各位伙伴，大家好，今天要帮各位介绍这个题目哦，有点敏感哦。您被 AI 焦虑了吗？什么意思呢？目前哦，这个我们可以说AI 的任何各方各面的相关的工具，应该说是蓬勃发展，我们甚至可以说爆炸性的成长。比方说我是以教简报的我常常也要教 AI 相关的简报生成的部分。那市面上也蛮多，包括网站啊、新闻啊，或者文章写说现在只有老人家才用什么 PowerPoint 做简报啊，只有白痴才自己做简报 ，AI 生成就好。不说这个，我们光是到 YouTube 上面搜寻一下，大概 AI 工具就叭这么多，对不对？相当多的工具 ，AI 这个趋势是不可以抵挡了，应该说这个就是继续往下走了所以大家要跟 AI 共存了。可是呢，目前也有一个蛮多人会讲到一个症状，叫 AI 焦虑。哎呀，大家都讲 AI， 大家讲 AI， 如果是不是我就会脱节啦，还是干嘛的？那我这边以简报讲师的身份来讲简报这件事情，如果用 AI 来生成的话，我的看法是这样：如果以简报生成来看，我们先举一个例子，假设您是台积电的业务，假设了那您下个礼拜要去跟客户谈一个案子，这个案子呢也不大，才1500万而已，以台积电的体量，1500万算是很小了，不过1500万也不错。下个礼拜就要开会咯。假设今天是礼拜三，您会今天用 AI 生成一份简报，完全不做任何修改，就直接上阵吗？我相信大部分人应该是没这个胆量。那我这边呢也是劝大家可能要三思而后行。您至少会遇到 AI， 如果做简报可能会有5个陷阱或者5个疑虑。更简单一点说，会有5颗炸弹，你可能要先猜一猜看看你有没有遇到这些炸弹。就这5颗。第一个，资料是有错误的。目前 AI 我们不得不承认，虽然说正确率越来越高，可是还是有时候会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这种症状目前还是有。这种症状目前还是有。第二个呢，假设资料我们都对我这次运气很好，找到的资料都对，我有办法判定它是对还是错。可是呢，资料对不代表您的排版是 OK 的，数字摆错地方也是错。虽然说它数字正确，可是它摆错，在简报上摆错地方那也是错。放心老师，我们这次生成都很刚好，那个排版也是 OK 的，那就进入第3关。排版 OK 不代表视觉设计是美观的，它可能是阳春面一碗，但是你客户可能要求你要吃红烧牛肉面，那个阳春面可能就没办法过关了，视觉上也不见得 OK。运气真好老师，我这次生成的刚好就是我要用的，视觉设计也非常漂亮。OK， 你进入第4关。假设你是业务，你去跑客户，结果今天要提案，您是第3个提案者，我们怎么有办法知道说我们前面两个竞争者他提案的简报是不是也是用 AI 生成？如果他也是，那他 AI 生成的范本会刚好跟我一样，范本有可能会重复因为这我们不知道，因为它是随机生成，所以这种可能性是有的这种可能性是有，不见得大，但是可能会有。放心啦，那个范本我那个都 OK。好，那通过第4关，进入第5关。抱歉，打掉重练您是台积电，然后呢，你是台积电业务，你把台积电的商业的资料丢到云端训练 ChatGPT， 你是疯了吗？这有治安的疑虑我自己以前当人资主管，我们任何一个新人进来，我相信科技公司应该都会签一张叫保密协定。因为你自己已经签名了，没有签名你没办法进公司嘛，那不要进来公司，那 OK 我们没有缘分嘛，就不要互相折磨。你既然已经签了，那抱歉，如果在新竹竹科，那第1审就新竹市地方法院第1审，对不对？治安有疑虑的，所以呢，这5个地雷要小心要小心。好了，那我们来看一下，如果以 AI 生成来看的话，目前以简报来说 ，AI 相关的平台能够在简报3部曲、内容架构、简报设计、口语表达，应该是口语表达帮忙的程度是最低啦。
即使它可以帮你生成你的台词，录成影片，或者是生成一个影片，可是我相信大部分人应该去跑业务的时候，或者是上台简报的时候，很少人会用 AI 生成的影片就直接播放。那要你这个老师，要你这个业务干嘛呢？对不对？所以口语表达应该是帮忙最少，不见得没有，但是呢，应该是帮忙最少的。那我们来看这2块：内容架构跟简报设计。内容架构的部分，通常呢，我们可能就是用 ChatGPT 吧，这是目前最主流的。刚才有讲嘛 ，AI 还是会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这是有可能发生的哦。我举一个真实的案例哦，这我查的。问 ChatGPT， 他说我就问他说这一届12场棒球赛中华队的表现，大部分都对，可是呢，因为他是从网络上找资料的，中华队以4胜1败的战绩夺得冠军，这个东西一定是错的，他应该是抓到中华队在预赛的时候的战绩，预赛中华队确实是4胜1败，唯一只有输给日本嘛。好，然后呢，超级循环赛进复赛，超级循环赛的时候，我们输给委内瑞拉跟日本，所以我们只有赢1场。但是呢，我们后来是比 TQP 嘛，我们还是进入冠军战，冠军战我们就赢日本。所以如果从预赛一直算到冠军战，中华队应该是6胜3败，应该是6胜3败，所以这个资料是错的。这个资料是错的。这个还是因为我至少这些东西有办法是常识类的东西，我有办法去查出哪边对哪边错。如果今天讲的比较专业的东西，我们没有能力去判别AI 生成的资料到底是对还是错的话，那我建议您，这个东西你就要小心。您必须要有能力驾驭 AI 生给你的资料，你至少要能够理解。好了，那我们所以最怕就是现在的状况，98%都对的，但是有2%是错的。您有没有办法抓住这2%或者1%？因为错就是错，错就是如果它错在很关键的地方，那就糟糕了，对不对？好，这是内容架构的部分。不过呢，大致上会越来越好，我相信一定会越来越好。好了，那我们看简报设计。我们现在讲比较多人使用的方式通常都是 ChatGPT 生成架构之后 ，ChatGPT 也可以生成简报档案就是简报档可以直接使用。我们再来看看它的状况。那现在目前市面上比较主流的比较主流也有很多啦，比较主流的就 Canva 嘛，然后 Gamma， 下一个 Fellow， 再来一个就 Copilot。这几个是比较主流的比较主流的。当然有别的有别的，我们今天不介绍。好了，那我们现在我前面几天在以交通安全推广为题目，制定一份12页的简报大纲，请他帮我生成.pptx 的档案，就是2013以上的版本的档案。请他生成，然后 ChatGPT 在架构方面没有问题啦。这个题目又是常识类的，大致上我都看得懂。这样子我比较有办法判断。剩下法规我可能要查一下。好，我们看最下面这边呢 ，ChatGPT 是可以生成简报档案的。那我们看一下 ChatGPT 架构 OK， 但是我们看它设计怎么样。ChatGPT 的作品的表现是长这样。我的妈，这个千万不能用这千万不能用。这是我刚才讲的第2关，它的数字也许是对，或者它资料也许是对，但是它排版的部分可能也 OK， 但是进入第3关，它的视觉设计还是不行。我不知道为什么 ChatGPT 目前已经这个年代了，还会生成4:3，还是生成4:3的这种版本，这蛮令我惊讶的。全部大部分都是16:9了。好，那我们看一下其他几个简报生成的平台的状况Fellow 的部分呢，如果要给它评语，就是4评8稳4评8稳，这个大概45到55分应该都有，就4评8稳。Canva 现在我相信，如果以学生来看的话，因为学生大部分用免费的 ，Canva 已经没办法免费生成简报了，要到 Pro 的版本才有办法生成，所以 Canva 目前只提供免费的范本，这是我用 Canva 的范本做的，然后剩下的就把 ChatGPT 贴进去，所以 Canva 在生成的部分，我相信应该会退出舞台了。假设以免费来看的话，好，然后因为适合这一个题目的免费范本也就那么几个。所以会有我们刚才讲的第4关，范本会重复。Copilot
Copilot 走这个风格就半图半文的风格，这也是比较老的一个风格。然后 Copilot 很任性，我明明叫他帮我生成12页，我把 ChatGPT 的那个架构丢给他，结果他生成43页，我要把它砍半天。所以说实在话，也不符合我使用。假设我的需求就是12页的话，那等于我要重新做，对，我要重新。他给我15页也就算了，他给我43页，哇，那我要砍很多。Gamma 的表现是最好的，看起来是比较像商务简报啊，比较像商务简报，它的走的是走深色系的，这是一种安全牌啦，一种安全牌。可是呢 ，Gamma 有一个缺点，如果你是走免费的，我记得现在还是免费的版本是一次好像只能生成10页一天呐，一次只能生成10张的简报。假设你今天要做120页，那抱歉啦，你可能要花12天。假设你要免费的话，不然就要付钱。所以如果你是想要免费使用的话，ChatGPT 这个就是绝对不能用。架构可以，架构很棒，但是设计不行，这个不能用。那我们看一下其他4家，这4家的风格呢，我也讲白话，讲诚实一点啦。这个大概在 Office 2003的那个年代，很多简报讲师已经玩到不想玩的风格了，是真的。对啊，各位如果是年纪有到我这样的话，你应该有看过这些东西，其实已经很久以前的风格了。所以说呢，如果说以简报生成、以设计的部分来看的话，我觉得这个目前呢，假设你的老板是30分钟之后要请你生出一份简报，那用 AI 生成 OK， 因为你根本没有时间做。那换句话说呢 ，AI 生成的简报设计，假设你完全不做修改的状况下，那 AI 的简报就是这5个字，目前还是救急不救穷，救急不救穷。所以各位呢，它可能会给你生成0到60分，随机生成，那看你当天的运气，它可能生成45分了，或者生成30分了，或者刚好生成今天60分的。但是呢，我建议大家，您可能最好是有能力能够驾驭 AI 生成的简报，你有办法做修改，甚至你有能力可以独立操刀你整份简报的设计风格以及走向，还有设计的一些元素的搭配。那 AI 就当做你的工具，那 OK。也就是说呢，从61分以上到100分这个部分呢，目前呢，大家 AI 还没有那么厉害，可以帮你做到100分，我相信应该不太可能。那可能要再给他1-2年的时间吧，我不知道，也许更久，也许更快，不一定。但是呢，我建议各位您还是要有能力，能够自己做出你的简报，至少你的美学跟视觉的风格，你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概念。投资自己永远是最好的投资啊。好，再举个案例，假设呢，您今天您的客户是法国人，他只会讲法语，他只会讲法语。那我们是台湾人呢，中华民国国民，我们只会讲台语跟国语。那请问一下，这2个国家在现在这个时代有没有办法沟通？言语上的沟通，当然可以啊。最惨就用那个 Google 一下，用手机两边的互相翻译来翻译去嘛。最惨就这样子嘛。这2个国家还是可以翻译，还是可以透过翻译。虽然说沟通上不是那么顺畅，还是可以沟通的。但是呢，如果我们沟通要最顺畅的状况下，应该是怎么样？要反过来，法国人这一位他会讲中文，会讲台语。那我们台湾这边呢，中华民国这边呢，我们会讲法语，或者两边都能够互相讲，这样子我们沟通是不是更快？透过这个案例就知道，如果各位会有简报的设计的相关的概念，或者你有相关的能力，你自己本身就已经很不错了。那用 AI 的时候，我相信各位就是那4个字，如虎添翼啊，因为你多了一个工具啊，AI 有几个部分呢？我目前也是蛮喜欢用人力做不好做，但是用 AI 做很方便，至少有3个。第一个去背，我们以前都有教过去背。第二个呢，生成就是图片生成。第3个呢，图片的扩张。这3个呢，用 AI 做，那是按一个钮就可以完成的东西，用人力做就比较麻烦，甚至要做很久。所以各位，为什么我们现在呢，还是各位会来我这个网站看？我相信各位都知道，简报是一种可以学习的专业，是一种可以学习投资自己这份的专业。我相信对各位不会吃亏，我们永远可以让自己的专业变得更好。那简报呢，就是帮助各位把自己的专业整理得更好，然后分享给大家。
简单的报告嘛，对不对？好了，那今天就到这边了，这是我一个人的看法，我一个简报讲师的看法。那今天就到这边，谢谢各位，拜拜。